么又是翡翠了？师傅，翡翠是什么呀？就是一种石头。哎呀！师傅，我们也太穷了吧？怎么连石头都需要师姐给我们送啊？哎呦！哎呀，怪不得不让我吃鸡腿呢。所以嘛，你要好好挣钱，以后可以为师傅养老啊。赚钱？师傅，我们怎么赚钱啊？你现在的医术早已超过师法，不如下山就事行医。正好啊，你们家里四处在找你呢，不如下山去看看。师傅，我保证以后努力挣钱，赚钱养你啊！哎呀，好孩子，好孩子啊！关九儿，下山之骂！小白，好啦，下山去了。这小魔王终于要走了，再让他待下去，我可就活不长了。小三，爆了，爆了！什么爆了？是你奶奶爆了，她上新闻了。上新闻？最近，一位网红老太太备受关注。70岁老太太发抖音给双腿瘫痪的孙子找媳妇，竟成大网红，粉丝过1000万。瘫痪孙子，奶奶给我征婚。孙文，奶奶发这个发多久了？少爷，您还是自己看吧。我孙子187，相貌英俊有能力，只可惜双腿残疾坐轮椅，身价万亿没有妻。我决定从今天起，每天视频来1期，为孙征婚觅孙吉。奶奶也是不容易。自从我车祸出事，奶奶一边要给我找无忌神医治腿，一边还要操心我的婚事。都怪那个穆家，收了我们陆家的100亿聘礼，却迟迟不肯把穆家千金送来完婚。毕竟我时日无多，奶奶着急给我留后。其实我也不在乎娶谁，但穆家这样做，实在是让奶奶寒心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穆家把聘礼给我吐出来。走吧，孙文。去哪儿？穆家退婚。喂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穆家千金回来了？孙文。哦，少爷。孙文。是少爷。你没事吧？少爷，我们去医院，快！不用了，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去不去医院都无所谓。不会的，少爷，老夫人给您求的秘药不是很有作用吗？勉强得住性命罢了。一晚是最后一个，我活不过明年。刚才那个人呢？所以你们让我从山上下来，是为了让我替穆柔柔嫁到陆家？不去。陆家可是金海首富，虽然陆少的身子骨弱了些，但是你能嫁过去，已经是你顶了天的福气了。福气？那他怎么不去啊？他可不行。那既然他不要这个福气，那就让给你喽。没事，既然人家小妞不愿意，那我们就退婚吧。你疯了！陆家给的聘礼100亿。
穆小宁，长幼有序，你是姐姐就应该由你嫁。啊，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穆小宁，你是姐姐，理应让着妹妹，把首付陆家的婚约让给你妹妹。我不让，陆家婚约是陆家奶奶和我妈妈给我定的，不是给慕容容定的。你亲妈都被你克死了，我现在是你妈，你要听我的。他们说你不是我妈，你是小三。来人！这个死丫头给我送到乡下去！我现在看见她。穆小宁，你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，配陆家那个病秧子，我看你们俩呀，绝配。可笑！区区一个穆家，是怎么敢嫌弃我们陆家？区区一个穆家，是怎么敢嫌弃我们陆家？好帅啊，可惜是个残废。陆少，家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是他。少明之顾问，我们少爷今天就是来退婚的，离大喜之日只剩下3天。你们穆家收了我们陆家的彩礼，现在却连新娘都见不到。既然如此，解除婚约吧。这个是解除婚约的协议书，现在签了，聘礼退回。陆少，我们可以解释的，我们可以解释的。对，我可以解释的。干啥？陆少，这个穆小宁也是我们穆家的女儿。所以呢？陆少，你看，咱们两家的婚约就让小宁代替柔柔嫁过去。奶奶催婚催得这么紧，如果是这个女人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你就是陆胜元，跟我有婚约的那个。是。我们不合适，退婚吧。穆小宁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你要是不嫁到陆家，陆家让我归还聘礼怎么办？你就还给人家吧聘礼。啊，你别误会啊，我跟你退婚不是因为你腿有残疾，是因为你太丑。你太丑了。你说什么？你丑啊！他说我丑。不丑啊，你跟李博言一样帅。我丑？对啊，我师姐说了，饺子要吃烫烫的，男人要睡胀胀的。你太瘦。那我走。门在那边。行，既然如此，那就退婚。请穆家立刻归还我们陆家给的100亿聘礼。多少？100亿。相公。那个穆小姐，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不叫相公了，叫公啊。老公，不好意思，刚刚说话声音有点大，你不要介意啊。你不嫌我丑了？啊？谁嫌你丑了？小白，我就喜欢你这样，看腿又走不了路。顾家，就算长得再帅再有钱，也只不过是一个残废而已。穆小宁真是穷疯了。行，明天下午2点，民政局见。好的，老公。你收拾收拾，明天我会派人过来接你。好的，老公。这个是我们少爷电话，随时联系。好的，老公。姑姑，明天过来的时候，把聘礼一起带上。陆少，您这什么意思啊？聘礼是给新娘子的，新娘子在哪，聘礼就在哪。思文，走。陆少，咱们还是商量一下。对，陆少，我的100亿搁这儿呢。别说话。少爷，不是要退婚吗？怎么又变成明天中午结婚了？为了完成奶奶的心愿而已，娶谁不是娶？可是刚才少奶奶夸您的时候，您嘴角都快翘上天了。哪里夸我了？一个审美有问题的拜金女而已。上一秒嫌我丑，下一秒就为了100亿聘礼喊我老公。少爷，我叫完
叫他们过来。不用，他们都来多少次了？只可惜无极神医居无定所。3个月前老夫人求药回来之后，他就再无音讯。无极神医性格古怪，多少人求药都无功而返。这么多年下来，甚至有了活人不医的称号。哎，听说无极神医有个小徒弟，6岁学医，9岁出师，13岁时已经救人无数，有小医仙的称号。少爷，如果能联系到他，您的病一定能治好的。算了，什么小医仙，我们都见不到，还是尽人事，听天命吧。走。啊，那个我一会儿想去买个新手机，把你们的驴车借我用一下呗。什么驴车？乱七八糟的。王妈，把你买特用的保姆车给他开。是，夫人。这破玩意儿咋开的呀？没有车，没有驴，还不会动。这啥玩意儿？只会叫不会动的。妈妈，你快看，我会开车啦！宝贝真聪明，这么小就学会开车了，真棒！哇，晓得了。原来城里的手机是这种又大又薄的呀！乖徒啊，你下山以后要尽快的适应现在的社会啊！有时间呢，多刷刷那个抖音啊、小红书啊，还有视频短剧啊！哎，去吧去吧。抖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陆奶奶呀，今天又来抖音给我孙子找对象了。他呀，今年28岁，是一家大公司的总裁，怎么样？长得很帅吧？这不是我老公吗？他怎么还在找对象？你们看，这就是我家的别墅，像这样的别墅，我们家还有好几百套。如果你嫁给我孙子，房产证上都写你名字，而且每天给你100万块的零花钱。100万！老公，我今天的100万在哪里？哇，小白，真的有100万！明天领证拍照，你提前准备一下。拍照？准备什么？懂了，关灯睡觉喽。都7点了，思文，催催他。老公，走吧，我们去领证。你这什么打扮？你不是说让我提前准备一下吗？我什么时候？我师傅每次带小白下山去拍照都是这样打扮的。思文，纸巾，给我干什么？给他擦。
哎，你这拍不了啊！怎么了？这结婚照都是半身的。你这样吧，新郎，你先站一下好吧？咱拍完再做，很快的啊。不能拍，我就不结了。能拍。这样可以吗？行。准备啊，准备来。好险！我的财神爷差一点就飞走了。你刚才怎么了，我的财神爷？这女人天生神力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难不成是她口中那个师傅教的？请问，你师傅？哦，对，我师傅。正好我们结婚证现在也领了，也该带你去见见我师傅了。请问，你师傅是谁？我师傅啊，我师傅叫许如归。许如归？你听过吗？没有。我师傅他……龟图啊，去外边把那只大鸡抓回来，师傅给你烤香喷喷的大鸡腿吃。好的，师傅。小孩，吃了你，本子的功力还能再提升一个层次。你过来啊！哈哈哈，送上门的朋友。师傅，我要吃大鸡腿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这一天天的吃了我多少凤凰啊！不行，得找个借口把他弄下山。我师傅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老头，穷到连一张床都需要师姐去借，但是他每天都会给我吃烤鸡腿。哎，对了，你为什么一直坐在这儿让别人推你呢？你怎么那么懒，就不能站起来走2步吗？非得让别人推？我家少爷从出生就难产，夫人早就去世了。他从小也是3灾5病的，后来又出了车祸，双腿瘫痪，就再也站不起来了。这下都是少爷的烦心事，以后可千万不要再提了。站不起来了啊？怎么可能？怎么，你又要嫌弃我吗？啊，那倒不是，我只是想说你这个腿吧，其实挺好吃的。你这个腿吧，其实挺好吃的。你说很好吃？对啊，也就那么一点点的难度吧。哎呀，少夫人，您就别打趣我家少爷了。就连大名鼎鼎的无极神医出生，也只不过是拿秘药吊住性命而已。听说只有无极神医的弟子小医仙出生，才有治愈的希望。难道您认识？什么一仙羽仙蝶仙的，不认识。我只不过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小喽啰而已。不过他这个病确实好治。孙文，先回家吧，明天有场拍卖会，听说无极神医的弟子会到场，到时候你去打听打听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。是。不信我？哇！这里好大啊，比我那茅草屋大多了，小白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茶室。哇，这是哪里啊？这是餐厅。你们这楼梯在哪儿？我们平时坐的都是电梯。看够了吗？孙文，带他去房间。是。啊，你不跟我一起住吗？暂时不需要。不，你需要，你必须跟我一起住。走。不是你。穆小宁，你想干什么？把裤子脱了。脱裤子？裤子？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哎呀，你快点儿！你不说今晚上还有事儿，赶紧脱了！快点脱掉！哎呦，
有感觉了吗？现在呢？有感觉吗？没有。那我换个姿势。臭小子，终于开窍了！嘿嘿嘿，大白天就这么激烈。怎么样？有感觉吗？没有。现在呢？没有。那看来得换种方式了。够了够了，你再怎么做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因为我的腿早就没有任何知觉。不试试怎么知道？还是没有感觉吗？没有，但我推测它应该是断了。懂了，能治。这就好了。干什么都给我弄湿了！哎呦，这些年轻人真是的。恢复了，恢复了。哎，你小心点儿！别碰我！快看，这群骗子！我就知道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你现在只是刚恢复知觉，又没有完全好。你要想恢复如常，至少还需要1个月的时间呢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的腿还有治好的可能？对啊，你的腿本来就很好治啊，只不过你先天不足，后面又变那么重，如果没有天才地宝的进补的话，你应该还是活不过1年。果然，还是要找到无极神医。唉，下山匆忙没带什么药材，不行。我得找机会传讯给师傅，让他把我的百宝箱拿过来，不能让我的财神爷老公就这么挂掉。没事，我还是谢谢你。客气。哎，对，这个喜字再往上点，把喜字摆上去，粘上去，这边粘上去。爸，哎呀，你们怎么这么笨呢？把气球贴上。爸，你们这是在干嘛？哎，你这么快就完事儿了？什么完事儿了？小宁刚给我扎针治腿呢，你想哪去了？那我可不管啊！我这新房都给你布置好了，今晚你俩必须给我洞房。孙文，哎，赶紧的，把这别墅好好给我布置一下。好嘞，好，快，加快速度。好嘞。老公，给你看个东西。什么？规矩立得好，老公跑不了。如果结婚以后你不知道怎么给老公正确的立规矩，那这条视频啊，建议保存起来，发给你家的那位看一看。第一条，结婚。第1条，男人婚后工资卡必须要上交。第2条，结婚之后不许每天这样子摆脸色。第3条，男人每天都要给老婆100万的零花钱。第4条，
每天都要给老婆吃肉，我要吃烧花鸭、烧子鹅、卤猪、卤鸭、酱鸡、腊肉、松花小肚、料热香肠。从第3条开始，就是你自己编的吧？被发现了。这女人贪财的很，可似乎心眼不坏。算了，我也有我的规矩。老夫人，你不是昨天还在外省吗？乖孙的新婚宴，我可不能错过。好错啊！你摸摸它。不烫。你是第一次见这个东西？第一次见。感觉怎么样？看起来很好用哎。不过你们城里这玩意儿挺高级的嘛，还能加热银针。严谨点说，这个叫质量很差的保温杯。都能加热银针了，不应该质量很好吗？我是说，它作为保温杯质量不好，而且我们山下的世界，看病是不需要银针的。你现在不就是需要银针吗？你很痛吗？你说呢？你干什么？你刚刚就是为了拿这个？不然呢？忍着点儿，一会儿肯定会很痛，不要叫出声音。难不成是刚才我说的规矩惹他生气了？我也有我的规矩。什么规矩啊？第一，婚后我们不能同房。你不行。第一，婚后我们不能同房。你不行，还是你没有啊？是我不能。我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我能不能活到明年的今天都是个问题。我奶奶之所以让我着急结婚，就是想给陆家留个后代，但这样做对你不公平，所以……哦，还有吗？还有，他以后不能上床。他说他不同意。第三，我的钱你可以花，但是花之前必须征求我的同意。什么？好了，我建议你以后背一根拐杖吧，说不定用得着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不需要坐轮椅了？准确的来说，短时间可以，但长时间还不行。那我现在……哦，对了，今天扎2次，之后每天扎1次就好了。你一般什么时候有空啊？我基本上每天都在公司。我是说，那我……好了，那我的腿现在可以走路了吗？你猜啊？这也太美了吧！等一下我会带你出席厉家的拍卖会。既然你是我陆慎元的妻子，那代表的就是我陆家的脸面。阿云，带少夫人好好打扮一下。是，少爷。 비 오는 날은 왠지 우울해져 이 노래를 듣고 있으면 무심코 너에게 또 전화를 해 받지 않을 너란 걸 잘 알고 있지만肉肉啊，今天厉家的拍卖会，你可要多认识点有钱人，这是个好机会啊！妈，听说今天无极神医的弟子会来，如果我们能见到无极神医的话，那陆少的病是不是？哎呀，他病就好了呀！陆家贵为今晚首富，若是他的病能治好，恐怕是看不上我们陆家。谁说的？
陆小爷那个小野种他都能嫁过去，我们家柔柔为什么不行？原来拍卖会，不知道原石怎么样呢？妈，我已经找人查清楚了，这次要来的是无极神医的弟子，叫白桃。白桃矿主掌握 A 国最大的翡翠矿，占市场70%的高定额珠宝服务。您见过他吗？唉，没有啊，就连无极神医，我也只是一面之缘，连话都没说上。不过我认识无极神医的狗啊。狗？对，一条大白狗。我上次去求药花了20亿，无极神医开了门，连一个字都没说，让那大白狗叼着银行卡就走了。我听家里佣人说，小宁是不是也带了一条大白狗啊？不会吧，小宁从小不是在乡下长大的吗？应该不会和无极神医有什么联系吧？无极神医的狗，陆少，他站起来了。妈，陆少，他竟然站起来了。他旁边这个是陆小宁。陆小宁那个死丫头，嫁到陆家才不到2日就摇身一变。她就是小宁，可真是福星啊！她一嫁到我们家，沈源的病竟然有起色了。哎呦，你看她长得像个小仙女似的，配我们家沈源，那可真是郎才女貌啊！哎呦，真可爱呀！妈，您不是不喜欢狗吗？你懂什么？这条狗跟无极神医养的狗简直是一模一样。哎呀，像这种狗啊，长相类似的多的是，会不会是巧合呀？不，说不定无极神医就在附近。奶奶，哎呀，乖孙媳，你是我们家的小福星，快坐。坐吧。刚见面，奶奶呢，这也没准备什么礼物，喜欢什么跟奶奶说。对，尽管说。啊，奶奶不用麻烦给我准备礼物，我就喜欢钱。哎呀，喜欢钱那感情好，比买礼物省心多了。奶奶这就给你转。妈，你看那个穆小宁，第一次见面就让陆奶奶给他转钱，谁没想到陆上一个财富竟然能好转？哎妈，要是盛源的病真能治好的话，我就试试。陆氏那位要是没病，哪轮得到我们穆家呀？只要我出手，那还不是手到擒来？陆小宁那个土包子，他拿什么跟我比？各位来宾，欢迎你们参加今天的拍卖会。今天拍卖会上，1半的收益将通过丽家慈善基金会捐给山区里的孩子们。捐的最多的人将有一次见到无极神医的机会。因为今天的拍卖会主题是主食，所以我们专门请来了国内最大的翡翠矿矿主，同时她也是无极神医的得意弟子白桃女士。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白桃女士。师姐，这些就是原石。原石是干啥用的？真是土包子，什么也不懂。原石啊，就是未经加工的天然矿石。这箱子里面的呢，全部都是翡翠原石。切开外面的石头外皮，里面就是翡翠。
看这些石头里也不全都是翡翠啊。所以才叫赌石吗？不揭开它们的表层外皮，谁也不知道里头是翡翠还是石头。风化皮之下，是玉还是石，全看命。是的，赌石如赌命，这一刀切下去，好的嘛，一夜暴富；这不好的嘛，倾家荡产。咱们今天拍卖会收益的一半，我将捐给山区的孩子们。捐的最多的人，我将修书一封给家师，让你有机会见到无极神医。所以就是说，能开出最多翡翠的人，才可以见到无极神医，是吗？你们城里翡翠很贵吗？当然贵了，孙媳妇儿。我这颗小小的翡翠，3000万哦！啊！拍卖会正式开始。3000万，那么小。 200块原石，无论大小，每块原石起拍价10万。现在开始拍卖，编号001。11万。好，穆小姐出价11万，还有比穆小姐出价更高的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那这一块原石就是穆小姐所有。盛元，只要能让你早点见到无极神医，我花多少钱都值得。 孙文，11万很多吗？不多，11万还多少都值得。我陆深元还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这么廉价。3、2，2个亿，2个亿。你在干什么？2个亿。 那200块石头全要了。穆小宁，我不需要你用我的钱来讨好我。姐姐，你疯了吗？价值2000万的石头你花2个亿买，你哪来的钱呢？我老公的。小师妹的老公。买了，全都要。恭喜陆先生，贺喜陆先生，2个亿买下这批原石。等一下。 陆总，白桃矿主，我姐姐她刚从乡下回来，根本不懂我们上流社会赌石的规矩，张口就是2个亿，依我看，这数额也太大了点。今天就别让陆总破费了。别打，刚结婚就这么败家，简直丢我们穆家的脸。我没有败家，那些石头我都看过，里面的翡翠至少能赚200亿以上。够了，姐姐。 你别白日做梦了好吗？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已经整整浪费了陆家2个亿？你让别人怎么想我们穆家的女儿啊？这样吧，你现在去给主办方厉家好好的道个歉，或许呢，人家能看在我和爸爸的面子上，把这2个亿退给陆家。什么时候我们陆家花钱，需要一个外人指手画脚？这2个亿，2个亿而已，很多吗？ 我就是钱多，我老婆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和你有关系吗？和你有关系吗？这2个亿，穆小姐，我和你很熟吗？很熟吗？行了行了，赶紧的，我要开翡翠。陆小姐，要不我来替您开？ 哎，不用，我自己来。你不知道哪块石头里有翡翠？哼，搞得好像你知道哪块石头能出货一样。我看呢，不过就是装腔作势，哗众取宠。穆小娘，你闹过，知道什么叫翡翠吗？你还在这大言不惭，说那块石头能开出翡翠，我穆家没有你这样败家。小年，这翡翠里面的学问啊，可多了。你从小在乡下，又不懂这些。 陆家看在我穆家的面子上，帮你花2个亿帮你买石头，那你也不能在厉家的拍卖会上这样大放厥词，你就不理了。所以你们说这些话的意思，就是想表达你们懂得很多，而我什么都不懂，让我下班来谈。这家伙怎这样？
小年，我就是开个玩笑而已，你这么较真干嘛？你根本就不懂翡翠，更不懂翡翠。我们说这些不都是为了你好吗？就是，小年，我们真不是这个意思，你不要老是把别人想坏了。咱俩谁坏？一东你来开呗。那你开翡翠吧，我看你能开出什么东西？好赖不知、狼心狗肺的东西。请你注意你的言辞，这种话我不希望再听到第二次。盛元，我爸他也是为了姐姐好呀。姐姐，你既然这么想开翡翠，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。可是万一一会儿什么也开不出来的话，你让盛元在大家面前丢了脸，你可得好好向盛元道个歉呢。用不着你操心，我能开出来。没事，2个亿而已，你玩得开心就好。我没玩，我是真想给咱家赚钱，我真能开出翡翠来。行，你开就是了。等结束后啊，让奶奶带你去陆氏旗下的珠宝店看一看真正的好翡翠。行。你是不是就不信我？咱俩打赌。你拿什么赌？我的身体。这是说什么虎狼之词？我很强壮的。如果我输了，我的身体由你处置；如果你输了，疼你。开吧。我可告诉你，我开的每一块石头里绝对都有翡翠。陆胜元，我输定了。你们两个有完没完啊？才听说来都半天了，还能不能开了？快开吧，都半个小时了，别磨叽了，赶紧开翡翠吧。我看你就是白日做梦。帝王绿，我孙媳妇儿真厉害呀！还真的被他开出翡翠了。这块帝王绿，水头充足，颜色深邃，极品呢！确实不错，这块裸石就是不加雕刻，保守估价都得1000万往上。孙文，你把这块裸石收起来，做成手镯，送给老夫人和少奶奶。这怎么可能啊！哼，运气好罢了，我就不信他还再出1块。玻璃种，真出了？玻璃种很值钱吗？值钱，当然值钱。您这块晶莹剔透到极致，颜色饱满鲜亮，那是翡翠界当中品类最高的玻璃种啊，比刚刚那个帝王绿还要极品呢。确实是，这块裸石至少得5000万呢。你不过就是运气好罢了。这2块翡翠是很贵，不过连1个亿都不值，除非你再开出来几块极品。不过这根本就不可能，赌石嘛，10赌9输。哎，不是赌，是看，我能看得见。哼，小师妹天赋太可怕了。主持人，麻烦你把剩下的石头一口气全开了。好，快来人！哎，不用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比较有手感。开石头！都是满玉，5块石头全都出货了。我太激动了，陆夫人，我也要来一首。别动！别动！怎么了？去。剩下这些石头里面没有翡翠。你确定？别忘了你刚刚跟我打的赌，输了你的身体归我了，不许反悔。
天生神力，隔空相遇，这女人到底什么来头？诸位，我老婆说她身体有点疲惫，需要暂时休息一下。那这剩下的石头，我买了。穆小姐要买，便宜，1个亿给你吧。哎呀，爸，这批原石肯定是白桃矿主留下来的极品货，肯定能出货的。你看穆小宁，开一个中一个。哎呀，别犹豫了，爸，快点买吧。可1个亿呀！哎呀，爸呀，老公，这1个亿随便开2块他就能回本，你还得有个什么劲啊？老公，好，这个陆总，剩下的石头1个亿，我穆家全收了，全收了。开始了，快！终于轮到我了。怎么可能呢？肯定在下一个，给我继续开。继续！一个都没有，1块都没有。滚！都是你，害得我亏了1个亿，我1个亿呢，你还有脸说？还有你，都是疯了，我也疯了。现在你们2个人活一活。老公，起来干嘛？老公，师姐，你怎么在这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你怎么和陆氏集团陆胜元结婚了？一个下山2天就搞闪婚这一套啊！师姐，跟我撒娇可没用啊！那等我下次给你带2瓶香喷喷的好酒。还傻笑呢！我可跟师傅说了啊，结果师傅知道你结婚没通知他，气得不行，说要下山找你呢。啥？另外，师傅说了，你也到收徒的年纪了，让我把桃李配给你。如果遇到好苗子，就把桃李配给他，知道了吗？保证我承认我。好，我走了。喂？什么？无极神医要收徒了？无极神医也要收徒？你说“也”是什么意思啊？没事。无极神医你们找到了吗？白桃矿主跟我说了，他已经跟他师傅讲了，不用我去找他，他会来找我的。这么好，上门服务啊！走吧，回家去。不要忘了我们的赌约哦。穆小宁，你给我等着！拿来吧你！小鲲鹏1条，给我的小徒弟婚宴上贴到烧鱼。完成任务，找我宝贝徒弟去了。喂，师傅。我师傅说，我跟陆生源结婚了，他想来见见你们。真的？啊。可白桃矿主那边传来消息，说无极神医今天已经到达京海了。我看我们还是……你师傅明日来，方便吗？对，明天到时候啊，我们一定好好招待。你看，这今天也没准备啊。好吧，那我跟我师傅说一下。那我们现在就去见无极神医。好。少爷，无极神医那边你们先不用去了。白桃矿主说，无极神医今天要去找他的徒弟来着。先坐吧。哎呀，你看这是啥事儿啊？真是。
喂，师傅。乖徒儿，我现在就在门口。我师傅说他已经到了，就在门口呢。什么？啊？那我们一起去接他。不用，我自己去就好。乖徒儿，快开门啦！师傅你在哪儿呢？我怎么没看到你啊？不能吧？要不你再找找呢？我可是给你带了你最喜欢吃的小翅鱼呢。我说师傅，你是不是又走错路了呀？我现在住的地方是……哎呀，又是你那个师姐没说清楚，此路非彼路。啊，乖徒儿，你等着我啊，我这就过来。哎，等会儿，别忘了我的鱼，师傅。轩辕，轩辕，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想你那个小新娘了？怎么可能？那能不能跟我讲一讲，这嫂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她……我就喜欢钱。视金钱如粪土。2个亿。她勤俭持家，她还……他说他不同意。善解狗意。你这前面我还能理解啊，你这善解狗意是什么情况？字面意思。哦，我懂了，陆总啊，这个叫做狗素。狗素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这男人在恋爱时情到浓处，都会把自己当成狗的，什么小奶狗啊、小狼狗啊、小土狗啊、小野狗啊、小疯狗。出去。哇，这也太丰盛了吧，奶奶！丰盛吧？以后奶奶天天给你做。奶奶，真是我亲奶奶。哎，那亲奶奶问你，昨晚上你和盛元有没有那个呀？昨晚。你可答应我了，如果你赌输了，你的肉体就由我处置。现在这么急？我准备一下。这有什么好准备的？第一次要慎重。什么东西？我自制的小药丸。小药丸？我不需要吃药。一会儿你就吃。这就是做男人的感觉。陆小宁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新转真药丸，吃一颗可以互换身体半小时。什么？这是你自己说的。我赌赢了，你的肉体就为我所用。老公，送我去浴室，帮我洗澡澡。绝无此种可能。老公，老公，我要浴巾。老公，我要浴帽。老公，我其实想尿尿。憋着。憋不住了。老公。我想要一把尺子。滚！我想要一把尺子。滚！昨晚我洗完澡就直接睡觉了，奶奶。啊，没事，快吃，别凉了啊。孙子不给力，看来
我得想点办法。哎，我听阿云说你等会儿要去盛元的公司。哦，我去给陆盛元扎针。啊，那我送你过去。谢谢奶奶。这是咱们陆氏集团。你好，我找陆盛元。有预约吗？我是他老婆。我还是他老婆呢，你是他奶奶都没用。哎，我还真是他奶奶。你是刚来的吧？糊弄谁呢？没预约就是见不了啊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这是规矩，规矩懂吗？不懂。你们两个再不走，我叫保安了啊！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还带条傻狗。这堂堂陆氏集团是你们想？可以见了吗？可以，您请，您请。哎，他可以啊，你和狗不行。为什么？他给钱了呀，你给钱了吗？狗给钱了吗？早知道在家给陆盛元扎针了，没想到来公司见他还要花钱。帮我盯着程曦那块地，必须拿下。我说了，给我点钱呗。孙文，给他转。哦，我要现金。我要这么厚一沓。你要现金干什么？不是我要，是他要。怎么回事？我以后还是在家给你扎针吧，在公司见你还要花钱，哪有见男人还要花钱的地方？白马会所。白马会所是什么？见男人也需要花钱吗？跟他一样。孙文，你去把他处理一下。你跟我去办公室。那钱？好好，那我在楼下等你。盛元，这是奶奶给你熬的10全大补汤，记住，一定要喝完啊！去。走，小白。这是总裁的老婆。真的假的？没听说过干部的呀，来吧。把裤子脱了。什么？干嘛？脱裤子还要我帮你啊？哎，你把门关了再脱。小白，关门。哎，他奶奶个腿儿的！脱吧。今天就先这样，直接弄吧。直接弄，真的刺激，在家更刺激。也行。好了，谢谢。走2步试试。我可以不用拐杖了。对啊，但只是短时间站立哈。走2步，2步啊。1。干嘛？不让你走2步吗？你干嘛走第3步啊？对不起，我情不自禁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穆小娘，你干什么呢？我怎么了？不知廉耻！大哥，我们是合法夫妻，怎么不知廉耻了？你们两个还不快起来！啊，有道理。你来这儿干什么？申元，是爸让我来的。我也是学医的，你的腿一直没好，所以我就想着过来看看能不能帮到你。不需要。孙文，
请这个客人消失。穆小姐，小宁，奶奶带了她煮的鸡汤过来，我们去对面休息室吃。我说大哥，你咋这么麻烦呢？你在这吃不行吗？因为有一个人不想滚，我不喜欢吃饭的时候有外人在。走。哦，小白。穆小姐，您看您是滚呐！我在这等申源。哎，这谁的东西啊？看着还挺值钱的。温度正好。你奶奶给的。没事，我自己来。你也想喝？别说，你们这个办公室还挺大的啊，就是外面光秃秃，不如我们山上好看，对吧，小白？心跳加快，打点毫升。我这是怎么了？难不成是心魔？小宁啊，我们修行之人，一旦产生心魔，就一定要及时的将它斩杀。斩杀陆胜元，陆胜元给我100万。你我要钱做什么？你的救命钱啊！支付宝到账100万元。你又怎么了？心跳得更快了，怎么办？师姐在哪儿？师姐，找到了，我出去一趟。什么？苏文，陆总，你先别管我，你去看看穆小宁，快去！下面什么都没有啊！怎么可能？我刚亲眼看他跳下去的。陆总，少奶奶她神通广大的，都能单手拦住卡车，你担心她干嘛呀？快，起来！真的啊！陆总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擦擦。不知道怎么了，头好晕。没事，可能是刚被吓到了。你先去忙，快去。奶奶，这个，还有这个，都给我包起来。好，老板，出2手。这个值多少钱？我师妹陶李佩怎么在你这儿？白矿主，你怎么会在这儿的？我问你呢，我小师妹陶李佩怎么在你这儿？你小师妹是谁？你拿着我小师妹收徒的陶李佩，却反问我小师妹是谁？我随手捡到的玉佩，竟然是无极神医徒弟的。那这么说的话，我就是无极神医的徒孙，白桃矿主的师侄，白桃师叔。别乱认亲，我这怎么能算是乱认亲呢？我师父是您师妹，您自然是我的师叔啊。小师妹既然选了他做徒弟，怎么可能？难道他在骗我？可陶李佩……师叔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，您慢慢逛。
么事儿啊？我走火入魔了，我有心魔了。小师妹，你这不是心魔，是心动啊，傻狍子。操！心动，那不就是心魔吗？有什么区别？啊！我完蛋了！我尼玛，这都没事儿？陆胜元，你怎么了？醒醒！妈，有好事儿，大好事儿！妈，你猜什么？你把陆胜远睡了？哎，妈，我现在可是无极神医弟子的弟子了。你们看看这玉佩，就是我师父送我的信物。你师父？无极神医的徒弟？谁呀？不知道啊。那你这玉佩啊，是我捡着的啊。但你们猜怎么着？白桃白矿主，他看中这玉佩，直接把我当他师侄了。还说什么他小师妹最近要收徒弟，这玉佩就是信物。连白头白矿主都搞错了，那岂不是说，只要那个师傅一直不出现，谁也不知道你是假徒弟？乖女儿，你现在既然有了这层身份，你可得好好利用一下呀。爸，你放心，明天早上我就去陆家一趟。我就不信，以我现在无极神医徒孙的身份，那陆老太婆还敢对我嚣张？哎呦，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中毒了。那没什么事吧？他没事，我有事，绝对不会再和他睡一张床。为什么呀？男人只会耽误我修炼的速度。没用的东西，你啥时候才能让我抱上重孙子呀？哎，沈月，我问你，你和小宁有没有那个呀？又给我装死！陆振元，以后我们分床睡。你是只有在问我要钱的时候才会叫我老公是吧？没错，这是我的原则。好，那就请如此有原则的穆巧宁女士回到自己的房间睡觉。不行，我要睡这间，你出去。我是听错了吗？干嘛？我认床，我就要在这个床上睡，你去另一间。哼，不去。关灯。睡床上和陆胜元离得近，会生心魔；不睡床上又认床睡不着。他盖我脸上干什么？这是他们山上的规矩，还是他想暗算我？每次看到他的脸，就心魔肆虐，难以平静。这下总算解决了。哼！苦死了！陆奶奶，我可是无极神医的徒孙，你就拿这种国产破咖啡糊弄我呀？穆柔柔，不管你师祖是谁，都不是你来我家耍威风的理由。怎么，
不想让我师祖无极神医给你治病了？爱治不治。治，肯定要请无极神医治。可无极神医他老人家总是行踪不定呀。哈哈，大城市就是好啊！我这身装扮可以融入大世界了吧？哈，这个方向应该没错。乖徒儿，师傅来了！陆老夫人，我跟你说句实话，这是在前几年呢，我是肯定看不上陆慎远的。毕竟他双腿残疾，又活不过1年，谁也不想当寡妇不是？不过现在呢，情况不一样了。我现在可是无极神医的徒孙，只要我开口，我师祖一定会治好他的病。届时，陆总在一整个陆氏集团作为聘礼向我提亲，那也勉勉强强配得上我这个无极神医徒孙的身份了。穆小姐，你眼睛是看不见吗？我已经结婚了。你确定你要拿穆小宁那个乡下来的土包子跟我比？穆小姐，只要你帮忙引荐一下无极神医，我们陆氏集团名下所有的产业随你挑。陆老夫人想见无极神医可以，我就一个条件，让穆小宁给我滚蛋！啊，这不我玉佩吗？怎么在你这儿？这不我玉佩吗？怎么在你这儿？什么你的？我现在可是无极神医的徒孙，我用得着抢你东西？这玉佩可是我师傅给，这玉佩是穆小宁掉在陆慎远办公室的，穆小宁才是无极神医的徒弟。啥表情啊你？啊，我饿了。等会儿再吃。你和无极神医，你们怎么都在问我这个问题？我都说多少遍了，我不认识什么无极神医。这个穆小宁明明是无极神医的徒弟，可他自己却不知道这件事。那倒不如便宜了我。穆小宁啊，我劝你以后提到无极神医呢，放尊重点。为啥？因为他是我师傅的师傅。那看来你这师傅的师傅人也不咋地。既然无极神医是你师傅的师傅，那能不能让你师傅搭个桥，让无极神医帮他治个病啊？当然可以啊，不过嘛，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。想让我师祖给他治病，那是有条件的。说，非常简单，陆氏以整个陆氏集团来迎娶我，然后把你这个土包子赶出去。我要是不同意呢？那就只能让陆家准备好后事了。我真……谁欺负我徒弟？乖徒儿，为师来了！无极神医，师傅。乖徒儿，为师来了。不对，神医他无极神医仙风道骨，英俊非凡。这孙媳妇的师傅只是长得像而已。师傅一条红烧，一条清蒸，正好完美。小家子气，一条破鱼而已，高兴成这样。小宁，这位是？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师傅。我是小宁的师傅。糟老头子一个，果然和穆小宁一样土。再给我爸爸一句试试。我来。你还年轻，嘴不够毒。臭老头，知道无极神医吗？他可是我师祖。死贱人！说什么？你看看你这副德行，便是不知是五大之头，结合在一手三万，双眼无神，火张之鼻孔外露，多情才年运嘴压嘴尖，心硬不用火。你看看你这妹子眉韵勾柳，鱼目混珠，不同也属过继九族包头铜锅。你个臭老头，回头我告诉我师祖，不让他灭了你！死贱人！没素质！什么乱七八糟？是我的徒孙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师傅，他就是你闪婚的老公。老先生，我不同意这门婚事，你们离婚，赶紧的！我的，冲我来的！我的财神爷啊！师傅，你真是太不懂事了。请问，我有哪里做的不对吗？确实有。那您尽管说，我们一定改。第一，
的腿不行。3天之内保证给他治好。第二，他的命太短，只要药材全也能给他治好。真的啊？真的比金子还真的，奶奶。他的病我本来就可以治好的，根本就不难治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非要去找那个什么无极神医，那个无极神医除了吹牛根本就不会救人。我要哪天见了无极神医，我非给他一拳。第三，他们认识就去领证，是闪婚，没有感情基础，不靠谱，不稳定。稳定，非常稳定。你这孩子，别以为师傅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啊！你还不就是看着他有钱，不舍得离婚吗？对啊，他有钱不好吗？我还能给师傅养老，能给师傅买好多好吃的。老公，你会剖产吗？老公，你会剖产吗？不会，永远都不会。永远。这不就了了？你看，人们都说固若金汤，没有金子怎么稳固嘛？你不愧是我选中的孙媳妇，真有文化。还固若金汤呢，哪有乱用成语的？小喜鹊尾巴长，有了老公就忘了你，忘了师傅。有钱是吧？来，威我50，看看实力。51是吧？那倒没有那么。支付宝到账50元。贤婿啊，我的好贤婿啊！天气不早了，快晚上了，你们2个一起回房间睡觉，赶快造一个娃娃出来啊！赶快进。师傅，等，你刚刚说的是不是真的？真，绝对真。只要你不破产，我就好好做你老婆，好好花你的钱。你刚提到的治腿和治病的事，是不是真的？那肯定也是真的了。现在我师傅来了，我有很多药材都可以找他要，只要你能吃得了苦，3天保你健步如飞。3天？那我那个活不过1年的病，这个嘛，只要药材够，其实应该也没什么问题。我得去问一下我师傅。所以我的病就是要干嘛？扎针。扎针？这么长的棍子，你要扎哪？这么